抛开白蛋血蛋不谈，就算是健康的黄鹅受精卵，孵化方面也让养殖户们十分闹心。雨林里的特殊气候导致它们蛋的孵化条件也没有黄源、东乡这些半水龟那么容易。而最让养殖户们头疼的是，它们并不会像其他龟那样找一个比较固定习性的点去产卵，比如高地和卵基，而是随心所欲地挑一处幸运角落下蛋。有的会用落叶扒拉几下，有的装样子浅埋一下，有的直接装都不装了，下完蛋就直接溜了。这都还算好的，重点来了，有的还会出现像黄源一样的臭毛病，就是刚产完蛋回头一看，糟了，肚子饿了，直接就把蛋给吃了。咱就说虎毒还不食子呢，你这小龟龟怎么就这么不靠谱呢？以上总结下来啊，就是开食难、养活难、养定难、发情难、交配难、受精难、产蛋难、找蛋难、孵化难。咱主打的就是一个9981难。这也是为什么能见到养它们的人很少，不光是因为适合它们的饲养环境在人工条件下难满足，更是因为它们野外的种群数量越来越少，人工繁殖技术又尚不成熟。实际上，目前国内只有少量诚心钻研的养殖场和爱好者，每年有较稳定繁殖出人工黄鹅苗，繁殖出子二代人工个体的更是屈指可数。这么说吧，在国内中到大几千的价格才能买到正儿八经的人工繁殖出的黄鹅和布氏，还不是想买就能买，完全看缘分。因为人工苗嘛，比野生个体的适应力更强，有些养殖户就选择不出售人工苗，直接留种用作下一代繁殖。图画呢，咱就想都别想了，说个不好听的，你连野的都难买。因为图画要的方方面面条件都更为特殊且严苛，饲养和繁殖比黑腹和布氏更加不易。在国内基本还属于一帮人每天研究怎么繁殖孵化的阶段呢。也正是如此稀有又美丽的外表，给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曾经的他们就和曾经广布在我国华中、华南地区的黄源一样，漫山遍野，有着极高的野外密度，为原生林开垦和肉用药用需求，在早年间就让他们的野外种群下降了一大半。当年的他们在国内和东南亚各地的菜市场就是常客。国内早年以清平路水产市场为例，都是和黄源一样一麻袋一麻袋的论斤卖，原产地可以说是人能抓就抓，龟少了后人抓不到了，那就放狗上山抓或者药捕。这过程中咬伤、摔伤、挤压内伤，甚至为了压秤多卖钱，有些恶毒的贩子们还会给龟注水、灌沙子、水泥。本来健康的个体适应力就不咋样，再经历一下这些摧残，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死路一条，活不了多久。就算有幸活下来的，也因为环境骤变、路途颠簸，产生了严重的应激反应。尤其以图画闭壳龟为典型胆子相对最小，路途也最遥远，下山龟调理难度堪称修罗级。传说中的蛇九壳不是空穴来风。作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据统计，仅中国海南地区的调查研究，黄鹅闭壳龟在天然林种种群密度仅为0.79每平方千米。布氏因为适应力和海拔上下限的耐受力最强，分布地也最广，所以野外种群还尚且算3者里相对最乐观的，但也只是相对。图画可以说是惨上加惨了。原先越南南部的主要栖息地就已经被毁过一次，认识的大佬朋友正好近期在东南亚考察野拍，通过消息得知图画的栖息地正在被大片开发成果园林地，种上了香蕉、龙眼、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有的种群分布地又在雷区附近。预测现在也只有少量的种群在野外苟延残喘的活着，各种人为活动因素和生境破坏已经让他们的野生种群岌岌可危，我们的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目前也只有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和 TSA 亚洲分部组织以及个别欧洲机构爱好者有繁殖出过图画闭壳龟，国内仅有少量零星出壳。说白了，现在想好好挽救它们，就得想办法加大人工繁育，以及加强野外原生环境栖息地的保护。但因为人工繁育进度缓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冲突等各种复杂因素在内，其实短时间内很难做到。视频最后我想说，这黄鹅家族好看是好看，但确实也很难养。在这里我也诚心的劝大家，新手不要考虑，老手也不要轻易入，更不要买野生的来养，那绝对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咱没那本事就别揽着瓷器活。真心喜欢的话，等待有心攻克难关的养殖户们来完成人工繁殖量化后再入手也不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记得点赞关注我咱们下期见，拜拜。